今天来一把尼拉。先说好啊，这个英雄他不好看，他不是打架英雄，他是一个纯粹的发育英雄。前中期基本上没声音，就是刷野啊收线，3件套以后呢接管比赛。有时候想看尼拉，但是我打出素材之后啊，捡的时候我发现，除了刷野就是吃线，确实太无聊了。像这把还好啊，最起码前面的时候还打架，其他几局啊就是全程刷。这个英雄这个版本的话强度很高，只要你会玩的话啊，有那个发育的思路，是可以啊去1带4的。之前我就说过啊，单排的话打野就3个比较好用，一个杰，一个艾克，剩下的就是尼拉。在这3个里面最难的就是尼拉，虽然他的技能啊不咋地，没有什么机制，但他就是最难的。难点就是啊，如何在逆风局里快速刷经济，这是玩好尼拉的基本功。你都玩尼拉了啊，不可能是顺风的，大部分的对局里都是逆风。所以如何在逆风局里啊，面对对面的围剿，你能把经济刷到全队第一，这就是一个很难的点。所以你不是那种顶尖高手啊，要冲分的话，我不太建议去练它，因为它真的很无聊啊，没有就是玩游戏的乐趣，并且在你练的过程中呢，很坐牢，容易带队友坐牢。所以我建议啊，你像玩那种对吧，比较毒的野核，就像杰、艾克、南刀这种的，用这些英雄把这个刷经济的思路啊练上来，然后你再玩尼拉，这样是最好的。你要问我啊，如果你刷野的话，对面打野把你队友搞崩了怎么办？没有任何办法，唯一的办法就是刷到3件套，伤害起来之后呢，带队友打回来，这样队友就不会说你了。前期确实不能乱抓，你去抓被对面打野追到了，你一死啊，野区就没了，这样你的强时期就会延后。尼拉3件套是强时期，但前提是对面也是3件套。如果对面把你反烂了，你经济特别低，就算你3件了啊，别人都4件了、5件了，即便你是强时期啊，你也发力不了。所以不要被打出经济差。就像前面啊，对面打野抓下路，咱们也去不了，但是可以先不刷自己的野怪，把他红区的鸟或者石头给刷了，这样队友的牺牲也是有价值的。像这个时候卢仙看我不爽啊，因为我前中期不打架，他就觉得啊，你作为一个打野，节奏就是你带，但是我一直不打啊，狂刷经济，他就有这个啊情绪了，很正常啊，你玩尼拉都这样。这个时候只要闭嘴啊，刷经济，找机会呢带他们打回来，他们自然会闭嘴。什么？你说你打不回来？打不回来的话就对吧？就喷回去，都是玩游戏的人，谁怕谁呀？反正前面啊队友被抓的话，你就尽量啊打字安慰一下，就慢慢来啊，不要慌，等我3件套。反正经过我的实测，就是你刷野的时候，队友被抓了，你及时的疏导，队友摆烂的概率就小很多。你要是一句话不说，就在野区刷来刷去的，他们被抓死了，即便他们没做事也被抓死了。黑屏的时候往野区一看，哟，一个尼拉还耍，那你就要被攻击了。所以玩尼拉不能光刷啊，要及时的去对吧，帮队友缓解一下压力。当然这个压力是心理压力啊，你别真去硬抓，要不然自己也炸了。装备和符文的话带迅捷步伐，可以帮我们快速刷野。这个英雄在下路啊是很垃圾的，在 AD 里面啊几乎就对吧，很多博主啊搞这个 AD 排名都不带他，都默认他不是 AD 英雄。所以尼拉的话只能钻野区，靠这个迅捷步伐啊快速刷野来度过前中期。小符文带黄色系的啊风暴聚集、巨人杀手和小攻速，最后一个带个过度生长。装备的话吸血鞋啊银血大穿甲，无尽加迅刃，然后再来个复活甲。如果对面中单是什么辛德拉佐伊起飞了，你可以把这个复活甲换成败魔，因为尼拉后期啊不怕 AD 英雄，很怕长手法师，所以特殊情况下啊对面中单起来了，你就最后一剑啊出点魔抗。打法的话没有打法，就是刷对吧？你看我这个素材里面啊，刷完对面红区啊再来下路，然后回家之后呢上路高地已经没了，因为我还没有水银，我不敢直接钻进去。但是吧，这个锤石他被跳弹炸过来了，我想 EQ 给他秒了的啊，在这边的话打断了，然后大招闪现拉回1D啊，一边的给他抽死。再一个 Q 技能 E 技能跟过去1下2下，由于尼拉太无聊了，所以说很多人不想练，但是你真遇到了你得会针对他。就是第2件的时候做冰心，尼拉前期啊很怕冰心的，他的装备里面没有攻速，所以你玩战士或坦克啊，想帮队友限制他，就提前多个冰心，可以让他打团很难受。但是到了后面啊，他装备起来之后呢，你出啥都没用了。很多人前期的时候玩坦克，对吧？限制尼拉他打不动你，到了后期啊还想去限制他，然后两边的给你抽死了。所以越到后期打尼拉越不能脱节，就跟队友啊靠在一起，队友在你就控他啊，队友不在的话你也别上，你上去就是送。这玩意后期打肉跟打脆皮一样，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对吧，跟队友沟通好，把他前期就给打崩。但是会玩的尼拉他比较贼，你怎么针对他都能发育起来，除非你们5排指挥很统一，有了优势呢就拿大龙去压塔，不给他后期机会。反观路人局对吧，再顺风队友也得拖，想多爽一会儿，然后拖到18分钟啊，尼拉起来了，两边子啊给你们抽个团灭，那这个时候后悔就晚了。这个英雄也没什么好说的，就是自私一点刷经济，没有什么操作可言，就是玩他就是为了上分的，没有一点乐趣。